这天，命案频发的天堂岛上又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案。此次的凶手可谓嚣张至极，竟然在几十号人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场谋杀，而且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能识破凶手的诡计。那么，凶手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咱们的故事还得从一场扑克牌比赛说起。一年一度的加勒比杯扑克大师锦标赛，今年选在了经常死人的天堂岛举办。本届锦标赛杀入总决赛的总共有4名选手。1号选手名叫梅森，是一名人到中年的职业扑克玩家。梅森是加勒比杯扑克大师赛的常客，曾2次捧得冠军奖杯。他也是今年赛事的头号种子选手。2号选手名叫老白，是一名年过60的牛津大学教授。白教授是退休之后才成为了一名职业扑克玩家。3号选手梅丽是梅森的妻子，也是4强中唯一的女性选手。梅丽以前是一家杂志社旅游栏目的撰稿人，2年前在和梅森结婚后，梅丽就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夫唱妇随地成为了一名职业扑克玩家。她是4强之中夺冠胜算最小的一名选手。4号选手名叫雷哥，是一名入行只有1年多的新人选手，但风头正盛，牌技十分出众，是仅次于梅森的夺冠热门。此次获得扑克大师赛冠军的选手，除了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一道光环之外，还能获得3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因而4名入围4强的选手在比赛时都非常专注和认真。4人的比赛场地在天堂岛上一家豪华酒店的露台上，这家酒店也是4人下榻的临时住所。比赛开始时，现场还有几十名观众围观，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比赛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头号夺冠热门选手梅森竟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的死在了牌桌上。现场顿时乱作一团。短暂的混乱之后，酒店人员慌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天堂岛警局的新任局长杰叔很快带着手下的2名警员逼哥和老莫赶到了案发的酒店。而天堂岛警局唯一的女警员玫瑰，昨天在出外勤时崴伤脚踝，今天请了1天假。杰叔等3人在简单检查了现场和尸体后，初步判断梅森是中毒身亡。至于所中何毒，还需等法医的进一步尸检结果。根据梅森妻子梅丽的证词，梅森死前并无自杀倾向，这应该是一起他杀案件。此外，这场扑克决赛总共90分钟时间，梅森是在比赛进行到将近一半时突然毒发身亡。在此之前，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的症状，所以凶手大概率是在比赛期间投的毒。杰叔在检查尸体时，注意到梅森左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上都出现了明显的红斑，像是触碰到毒药后出现的皮肤过敏反应，并且在比赛过程中，梅森和另外3名参赛选手白教授、梅丽、雷哥以及给4人发牌的女荷官都不允许离开牌桌，5人之外的其他人更是被禁止靠近牌桌。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是将致命的毒药投放在了牌桌上的某件物品上，完成了对梅森的谋杀。可惜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比赛现场没有安装监控探头，也不允许观众拍摄比赛的情况，因而无法通过视频查看比赛时的实况。杰叔只得让逼哥先将牌桌上的所有东西，包括筹码、纸牌、梅森喝剩的半杯饮料、抽剩的半根雪茄以及其私人手机等物品，全都带回警局进行检测。由于在比赛过程中，其他人都无法靠近牌桌，而且观众席距离牌桌有好几米的距离，因此凶手不大可能在观众席上隔空投毒。这样看来，毒杀梅森的凶手应该就在另外3名参赛选手和负责发牌的女荷官之中。杰叔和老莫随即对白教授、梅丽、雷哥和女荷官4人进行了搜身，可是从4人身上并没有找到小瓶子之类盛装毒药的容器。4人都表示，在梅森毒发之前，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牌桌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梅森的妻子梅丽在接受问询时显得尤为悲伤，在她看来，自己的丈夫儒雅温和，从未与人结怨，她实在想不通会有人对其下此毒手。在结束对4名嫌疑人的问询后，杰叔又检查了梅森居住的酒店客房，客房里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只有梅森行李箱里的一副墨镜引起了杰叔的注意。这副墨镜被一只袜子包裹着，整个房间里都没能找到与之配套的眼镜盒。不过杰叔也没多想，只是将这副墨镜和存有梅森大量私人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带回了警局。第2天上午，法医完成了对梅森的详细尸检，尸检结果表明，梅森确系中毒身亡。他的左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上的红斑是触碰过箭毒蛙毒素引发的过敏反应，
这种毒素是从一种名为金色箭毒蛙的爬行动物体内提取，极为致命，哪怕人的皮肤沾上一点点，也会在短短几分钟内突发身亡。天堂岛上的雨林区域就生活着这种金色箭毒蛙。此外，根据警局鉴定科的检测结果，在牌桌上收集的物品中，筹码、梅森喝过的饮料、抽过的雪茄以及梅森的手机上都没有检测到毒药残留，只有一张黑桃 A 的纸牌上沾有少量的箭毒蛙毒素，而梅森在死前刚刚拿到过这张黑桃 A。 由此看来，最有可能投毒的人就是在现场给4名选手发牌的女荷官了。杰叔和老莫立即赶到案发的酒店，再次找到女荷官询问情况。女荷官名叫金妹，是一名满头金发的年轻女孩。面对杰叔和老莫的质问，金妹坚称自己和梅森的死毫无关系。她表示，比赛期间大家的精神全都高度集中，自己发出去的每一张牌都会被4名选手死死盯着，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在纸牌上投毒。更何况在比赛之前，她和梅森素不相识，又怎么会无缘无故毒杀对方呢？听完金妹的辩解，杰叔忽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有人在比赛之前在黑桃 A 上涂抹了毒素呢？但他的这个猜测当即被金妹否定。据金妹透露，比赛时用的那副扑克是他从主办方提供的5副新扑克牌中随机挑选，当时这副扑克牌还是塑封状态，直到比赛开始前一刻，他才当着4名参赛选手的面拆掉了牌盒上的塑封，所以凶手绝无可能提前在扑克上投毒。金妹的解释令杰叔立时陷入了困惑之中。如果凶手无法提前在扑克牌上做手脚，那么只能在比赛过程中投毒了。问题是，梅森是在比赛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才毒发身亡，在此之前，其他3名参赛选手都拿到过黑桃 A。 实际上，女荷官金妹在发牌时也多次接触过黑桃 A， 为什么这4人安然无恙，只有梅森中毒身亡呢？想到这里，杰叔急忙回到警局，仔细查看了梅森等4人比赛时使用的那副扑克牌，结果发现里面有2张一模一样的黑桃 A， 其中一张上面检测出了毒素，另一张则没有。看来凶手是提前准备了一张备用的黑桃 A， 并在上面涂抹上了致命的毒药，然后在比赛过程中巧妙地将这张有毒的黑桃 A 送到了梅森的手上。可惜警方此前在这张牌上只提取到了梅森一个人的指纹，凶手显然有备而来。当然，最让杰叔感到疑惑的是，凶手究竟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准备的毒牌送到了梅森手上的呢？就在杰叔对此百思不解的时候，已请完病假回来工作的女警员玫瑰和男警员逼哥查到了一条新线索。在牌桌上的4名嫌疑人当中，除了梅森的妻子梅丽外，其他3人居然都有明显的作案动机。首先是仅次于梅森的夺冠热门选手雷哥。公开资料显示，雷哥性格冲动，有过暴力伤人的前科。就在6个月前，在本届扑克比赛的晋级赛阶段，雷哥还因打断其他参赛选手的鼻梁，险些被取消比赛资格。后来是他花费了一大笔钱才将此事摆平。除此之外，雷哥在成为职业扑克牌玩家之前，经营过一家夜店，这家夜店开业不到2年就关门大吉，雷哥因此欠下了60多万美元的巨额债务。此次杀入扑克比赛的4强，急需偿还债务的雷哥对300万美元冠军奖金可谓志在必得。有实力阻止他夺冠的最大对手正是死者梅森。以雷哥的性格，他完全有可能为夺取奖金铤而走险，设计杀死梅森。其次，另一名参赛选手白教授也存在杀死梅森的动机。逼哥在仔细翻看梅森的笔记本电脑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案发之前梅森发给白教授的邮件。邮件内容语言不详，不过隐约能够从中看出梅森掌握了白教授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并威胁会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虽然邮件里没有提及是什么秘密，但从措辞来看，这个秘密似乎足以让白教授身败名裂。或许是白教授出于灭口杀死了梅森。除了雷哥和白教授之外，在比赛中给4名参赛选手发牌的女荷官金妹同样存在杀害梅森的动机。而且金妹此前向警方说了谎话，她在比赛之前就和死者梅森认识，2人关系还非同一般。玫瑰在梅森的手机里翻到了一张梅森与金妹的亲密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案发的2天之前，拍摄地点是在天堂岛的另一家酒店。这家酒店的位置非常偏僻，而梅森的信用卡账单显示，当天他在这家酒店里订了一间客房。玫瑰据此怀疑金妹和梅森之间可能存有私情。听完玫瑰的汇报，杰叔立刻带着老莫来到梅森开房的酒店。
调取了酒店内的监控录像。监控记录显示，梅森在自己开的客房内单独和精妹待了5个多小时，两人是一起进入的酒店，但离开时并不是一起，而是梅森比精妹早走1个小时。尽管客房内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可是按照常理推测，梅森和精妹孤男寡女共处一室5个多小时，应该是在偷情。警员老莫甚至怀疑，两人偷完情后，梅森就啼哭无情，向精妹提出了分手，然后先行离开了酒店。也许正是无法容忍梅森的断崖式分手，精妹才在比赛之前准备了一张涂有毒药的黑桃 A， 并在比赛过程中用这张牌毒杀了梅森。实际上，在4名嫌疑人之中，也只有身为荷官的精妹最有机会将毒牌精准地送到梅森的手中。杰叔对老莫的推理未置可否，他打算再找精妹问问情况。两人随后再次来到了案发的酒店，精妹得知自己密会梅森的事已被警方知晓，只得袒露了实情。原来梅森并不是精妹的情人，而是他的亲生父亲。精妹的母亲金怡以前也是赌场里的一名荷官。20多年前，年轻的金怡在工作中结识了梅森，两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金怡还因此怀上了梅森的骨肉。可是梅森当时年轻气盛，不愿被家事羁绊，最后给女友留了一封信后就不辞而别。金怡后来生下女儿金妹，并独自将其抚养成人。这些年来，金怡从未在金妹面前提起过她的父亲，直到1个多月前，金怡因病离世之后，金妹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梅森当年留给金怡的信件，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和了解梅森，金妹主动应聘成为了本届扑克比赛的一名荷官，且最终如愿以偿。她早在晋级赛阶段就已和梅森相认。在4强赛开始的前2天，两人在酒店约见的目的只是说一些父女间的体己话。梅森是扑克牌界小有名气的职业玩家，他不想自己有私生女的黑料被外界获悉，所以故意选了一家位置偏僻的酒店和女儿见面。对于金妹和梅森的关系，杰叔倒是并不意外。他在看到两人的亲密合影时，就感觉他们不像是情侣，更像是一对父女。不过旁边的老莫在听完金妹吐露的隐情后，依然认为她存在杀人动机。梅森20多年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金妹肯定对此耿耿于怀，一时冲动杀人也未可知。金妹听闻此言，赶忙辩解称自己以前确实对父亲心存怨恨，但在和梅森相认之后，她发现自己的父亲风趣幽默，待人和善，想必对方当年抛弃怀孕的女友也只是因为太过年轻，做事欠缺深思熟虑的缘故。其实在跟梅森接触后不久，金妹就已彻底原谅了对方。她此前向警方撒谎，刻意隐瞒两人的父女关系，也是担心警方误会是自己出于怨恨杀死了梅森。结束对金妹的问询后，杰叔和老莫又找到白教授，询问梅森给他的邮件里提及的秘密究竟所指何事。白教授见已无法隐瞒，只得向杰叔和老莫坦白，自己是使用了作弊手段才杀入了此次扑克比赛的4强。白教授作弊的工具是一副特别定制的墨镜，在比赛过程中，他会偷偷在自己摸到的纸牌背面涂抹一种特殊的紫外线粉末作为记号。这种东西肉眼根本无法察觉，但戴上特制墨镜之后就会看得一清二楚。只要几局牌玩下来，大多数纸牌背面都会被涂上标记。白教授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窥进对手底牌，才成功晋级了扑克比赛的4强。梅森和白教授在晋级赛阶段就多次相遇，并很快识破了白教授的作弊手段。为了阻止白教授在4强赛上淘汰自己，梅森先是给他发送了一封邮件，威胁他见好就收，不要再在4强赛上作弊，然后又偷走了白教授的特制墨镜，也就是杰叔在梅森行李箱里找到的那副用袜子包裹着的墨镜。尽管梅森掌握了白教授作弊的把柄，而且足以让白教授从此无法在扑克牌界立足，但白教授矢口否认是自己杀害了梅森。为了洗脱自身的嫌疑，他还将矛头指向了梅森的妻子梅丽。白教授退休迷上扑克牌游戏后，将梅森当作自己的老师，两人的私交很好。据白教授所知，梅森在3个月前和其他女人产生了婚外情，梅丽差点为了此事投海自尽。当时是白教授和梅森一起及时赶到海边，才将他劝了回来。白教授怀疑梅丽最终无法容忍梅森的背叛，设计毒杀了丈夫。听完白教授的爆料，杰叔和老莫立刻找到梅丽当面对质。梅丽证实了白教授的证词，不过他表示此事已然翻篇，而且梅森向他承诺以后绝不会再出轨。最近3个月来，对方也确实安分守己。
因而梅丽否认自己会为了一件早就过去的事杀死自己的丈夫。听完梅丽的解释，杰叔又随口询问她是否知道女荷官晶妹是梅森的亲生女儿。梅丽听到这个消息，短暂的愣怔了2秒钟，然后平静地表示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而且梅森生前还向她说过，打算去跟晶妹做一下亲子鉴定。杰叔对梅丽的问询，在返回警局的路上，杰叔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到底是如何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将有毒的扑克牌精准送到了梅森的手上呢？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似乎只有女荷官晶妹。可是晶妹是梅森的亲生女儿，杰叔自己就是一位父亲，他的女儿杰妮和晶妹年龄相仿。凭借着当父亲的直觉，杰叔认为晶妹绝无可能杀害亲生父亲。况且晶妹接受问询时谈及自己的父亲，言语中只有如沐之情，并无怨恨之意。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晶妹不是真凶，那么凶手只能是梅丽、白教授和雷哥中的一人。无论是谁，对方究竟是如何将毒牌送到了梅森手上，而且没有被梅森和在场的所有人察觉呢？难道凶手会变魔术吗？茫然无解的杰叔回到警局后，决定复刻一下案发时情形，看看谁更有机会作案。为此，他叫来手下的3名警员，4人围在一张桌旁，模仿扑克比赛时的场景。在此期间，杰叔还学着死者梅森的模样，一边打牌一边抽着雪茄。正是在抽了几口雪茄后，杰叔恍然大悟，想通了凶手的作案手法。随后，他带着手下的3名警员赶到案发的酒店，将所有涉案人员召集起来，开始了自己的推理。在推理案发过程之前，杰叔直接指认梅丽就是杀害梅森的凶手，而导致梅森中毒的原因根本不是那张沾有箭毒蛙毒素的黑桃 A， 而是梅森抽的雪茄。凶手提前在雪茄里注入了箭毒蛙的毒素。警方此前没能在梅森抽剩的雪茄上检测到毒素，那是因为雪茄沾有毒素的部分已被燃烧殆尽。凶手果然像变魔术一样，凭空毁掉了证据。能在梅森雪茄里投毒的人，自然是他的亲近之人，这是杰叔怀疑梅丽的一大原因。另一大原因是箭毒蛙毒素非常罕见，虽说天堂岛的雨林区域就生活着金色箭毒蛙，只是这个知识点相当冷门，是绝大多数人的认知盲区，唯独梅丽有可能知道这一点。别忘了，梅丽在嫁给梅森之前是一家杂志社旅游栏目的撰稿人，去过很多地方旅行，其中自然会有不少雨林地区。出于职业的原因，想必他对雨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习性都极为了解。至于那张沾有毒素的黑桃 A， 只是梅丽用来混淆警方视听的道具。他提前将这张毒牌藏在身上，等到梅森毒发身亡后，梅丽趁着现场一片混乱的时机，用毒牌随便替换掉了梅森手里的一张牌。杰叔能够想通案情的关键，除了在模拟牌局时抽了几口雪茄之外，还有一点是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梅森死前手里拿到了黑桃 A， 他的下注策略有可能会比较激进，因为黑桃 A 是一张很大的牌面，而根据现场观众和参赛人员的证词，梅森在毒发之前的一局牌中下注策略相当保守。杰叔据此怀疑，当时那张有毒的黑桃 A 并不在梅森手里。案情推理到这里，相信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梅丽为何要冒险选择在牌桌上当众杀人呢？这就不能不提她的杀人动机。说起来其实很简单，梅丽误以为女荷官晶妹是梅森新出轨的对象，她在牌桌上杀死梅森，除了泄愤之外，还意图将杀人罪行嫁祸给晶妹。为此，她特意准备了一张涂有毒素的黑桃 A。在梅丽看来，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机会用这张毒牌毒杀梅森的人，只有现场的女荷官晶妹。可是她万万没想到，晶妹并不是她丈夫的新情人，而是梅森的亲生女儿。正因为如此，梅丽在从杰叔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才不由自主地愣了2秒钟。尽管2秒钟之后，她掩饰得非常好，却没能骗过杰叔的眼睛。推理完整个案情之后，杰叔坦诚地告诉梅丽，警方目前并未掌握指证她的实际证据。不过意识到误会丈夫的梅丽，早就不打算再为自己辩解，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杀人罪行。据她供述，案发的2天前，她在看到丈夫接了一通电话后，就鬼鬼祟祟地离开了举办比赛的酒店。梅丽怀疑丈夫又在外面偷腥，于是悄悄尾随其后，结果看到了梅森和晶妹一起拍照，一同走进酒店的一幕。梅丽当即认定梅森和晶妹有一腿，盛怒之下，她想出了设局杀死丈夫，然后嫁祸晶妹的毒计。哪知
梅森和金妹之间并无私情，梅丽做事极端，最终毁掉了自己和丈夫，也对金妹的人生造成了极严重的负面影响。故事的最后，梅丽遭警方拘捕，金妹陷入了得而复失的痛苦之中。雷哥继续挣钱还债，白教授则因作弊被相关协会永久禁止参加扑克牌比赛。本期的故事来自于高分推理英剧《天堂岛疑云》中的经典案件牌桌疑云。作为一套本格推理剧，本剧的重点一般不在搜集证据上，而是着重展现凶手的作案手法、动机以及推理真凶的过程。这也是绝大多数推理剧的基本套路。因而，如果以刑侦剧的标准衡量，推理剧中的案件很多都存在现实漏洞。就本期这个案件而言，凶手实际上很难精准做到在毒杀目标后，使得燃着的雪茄刚好烧毁涂有毒素的部分。这种情况只存在理论的可能性，而推理作品一般理论上成立，就算是逻辑上成立，